Hello，各位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一集影片我们讲解的是边境、田宫以及野火这三家公司在1:350的比例所设计制造的大和号战列舰的模型。那边境呢，我们是使用全原厂的零件，就是它原厂的塑胶件、3D 列印件以及它的金属蚀刻片。那田宫呢，我们使用的是原厂的塑料件以及原厂的金属蚀刻片，包含的 Pontos 的技术版的改套。那野火呢，我们使用的是进阶版的野火，所以我们就使用了它原厂的塑胶件、金属蚀刻片、木甲板以及它的 3D 列印件，包含它的补充包，它的9643连装防空机枪的补充包，来完成野火大核的制作。那这三艘我们就直接竞拍，让各位可以在最近的距离去看到这三家公司所出的大和号完成之后的表现，可以很直观的让各位去看哦，原来他们装起来是这个样子。包含制作过程当中我有遇到的任何组装上的问题，我也会一并的在影片当中提出来给各位做个参考。那让你在日后要选择去买哪一艘大和号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依据。所以我们就开始贴脸拍吧。首先我们开始看船首的这个部分。基本上三家公司的球形的这个船首，它的设计结构几乎都是一样的，因为大和号本身在二战时期，它也是第一艘战列舰使用这个设计的东西。好 ，OK， 再来就是你看到船身的部分，边境它的钢板的纹路的深度是最深的，所以它是最明显的这个是它的设计上的优势。然后再来看一下田宫的，在船身上的话，它的纹路就明显的比边境还要淡了许多，就浅了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在修整、在研磨船身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它的纹路不见，那到最后你还要再想办法把纹路给补上去，这个就是田宫的弱点。不过以350的比例来说，其实这个纹路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的，毕竟你已经把比例缩小到350了，那有可能很多的纹路其实是看不见的，所以你不可以说田宫在这个部分是不对的。好，再来你就看它野火。那野火这里呢，它就是在船上加了整排的铆钉，所以它的船身细节是最丰富的，所以看起来是最漂亮的那我们再看其他的部分，在舰首的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前面会有开一个孔，正前方会开了一个孔，这个是在你在港区内军港里面下铆的时候，可以去连接它一个铆装的那个的机构，所以它这个地方开的这个圆孔，这个是正确的。然后你再来看田宫，田宫一样在正前方有开了一个孔，然后你再看边境，边境的这个孔突然变成了一个凸盖，所以在设计上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去顾虑到这个点，这个点说实在，它应该是要开一个洞才对，而不是说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好，那三家的菊花纹的表现包含它的做，其实都是相当的锐利的这种新世代的模具在这个部位都是印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放锚链的这个洞，以野火来说的话，它是可以活动的，所以就是代表说它的铆链的这一个通道是畅通的。那田宫呢，它一样是这个设计，田宫一样有这个设计，它一样是可以活动的所以它的这个隧道它一样是相通的。
唯独只有边境。边境在粘这个铆链的时候，它是分开的，就相对而言的话，你要固定它的铆，你就必须要粘死在塑胶上。我们从上面来看，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它下面是被船身给用断掉，所以它是没办法通到下面去的啊。这个就是边境船身上设计的缺点。好，然后在前面另外2家都有设计出盖子，边境没有。OK， 旗杆的部分，边境就这样子，孤零零的一支旗杆站在这边，其他没有其他的结构了。好，田宫原厂呢，塑胶件呢还包含了它的连接座啊。那野火它使用的是蚀刻片，让你表现出这部分的细节。OK， 好，再来这两边在观测我们的铆链的这一个平台，它也有做出来啊。然后田宫的没有，边境的没有。好，再来就是看到剑手的甲板的纹路，你会看到它的钢板的焊缝超级明显，这个是边境的。好，田宫的，也是蛮明显的，只是没有像边境的这么锐利。好，再来是野火的，也是很明显。我第一次看到野火设计的这一个剑手的甲板纹路，我真的觉得它会不会设计的太超过了一点到最后我看到了边境以后，我就觉得，其实野火设计的也没有非常夸张反而是边境的它的这个纹路真的是做的超级明显OK， 好，边境的这个小细节，它有加上蚀刻片野火没有，它这边就都是塑胶件。OK， 好，田宫用 Pontos 的基础板也没有。来，再来是司令台的部分这3家的司令台全部都是要另外安装上去的，就不像早期的大和号直接开在甲板上面。好，再来就是这个我们吊小艇的这个机构，放艇架。边境的它也有这种放下来这种收纳的这个形态可以给你选择。那在剑手的这个部分，我选择的是立起来的这一个形态然后田宫的就只有这种收纳的可以选择，野火也是，没有那种立起来的那种放艇架可以选择。好，再来我们就看后面的这个第一排卷扬机。我不知道为什么边境的设计要设计成这个样子，它的架子很明显的给你的蚀刻片，中间连接了一支小小的塑胶棒，所以你是要另外自己再缠线上去吗？它这个就跟以前那个音响的改套看起来很像，所以就是中间是空的，很明显中间就是空的。然后我们来看看田宫原厂，这个是原厂的蚀刻片，包含原厂塑胶件所组装起来的。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卷扬机这个 cable 的这个储存的这个东西，它是非常的饱满，所以形状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好，再来我们来看野火的，有没有？它也是一样，跟田宫的设计是非常的接近。OK， 好，再来看到后面的第一排这个挡浪板的部位。边境在这个部位的设计跟田宫非常非常的接近，很接近，然后细节不错，很漂亮。不过它挡浪板的厚度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厚的。好，再来就是看田宫的，田宫的挡浪板明显的就比较瘦了一点点，比较薄了一点点。OK。然后后面所有的通风机构，它全部都有开给你，看起来也是没什么问题，细节也是相当的丰富。好，再来看野火，野火是这3家里面唯一开起来最不一样的，它下面有一块装甲的甲板，金属的甲板的区域在下面，有没有
然后其他旁边周遭的细节一样没有少，它只是下面多了一块方块。那在制作上的话，下面的这个方块其实它是需要去研磨，让它的尺寸缩小啊，才有可能放到下面的这个位置里面。它在甲板上有预留孔，问题是你不研磨它，你放不进去，它的尺寸做得太大，这个就是它的问题。好 ，OK， 再来主炮，以塑胶件来讲，边境的主炮是这3家里面做的最漂亮的，它所有的细节都在上面，然后插栏杆的定位孔全部都有开给你，所以它在安装栏杆的时候是相当的好安装的。旁边的这个爬梯，它也有定位孔给你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它的爬梯并不是垂直下来的，它是有点往后稍微倾斜的这个方式下来的。OK， 来看田宫的，田宫的倾斜角度更大。田宫的倾斜角度更大。那它的这一个爬梯是原厂的不锈钢的蚀刻片，所以它在炮塔上面也有预留，让你插这个爬梯的位置，所以它的爬梯就真的是往后倾斜的。OK， 我们再来看野火，野火的爬梯就没有定位孔给你，要靠你自己抓它的距离，所以相对来讲的话，野火它的爬梯我做的是比较接近垂直的状态。好，那炮塔上面的其他细节，旁边的这些小护栏最外面的这一侧的小护栏，这个是野火的蚀刻片，田宫 Pantos 也有给它蚀刻片边境就没有，所以边境就少了最外面的那一圈。OK， 以主炮上来讲的话，边境的主炮组装的问题最大。详细可以去看我们的炮塔边境炮塔这一集的影片，里面会有解释。边境的炮塔你换了金属炮管以后，基本上你是没办法把它固定的，所以就要用其他的方式把它改装之后，才有办法固定它的炮管。好，那炮衣这3家的炮衣都是原厂自带，并不是什么改装套件它这个炮衣是使用 3D 列印件所印制的，所以它有平角的炮衣以及仰角的炮衣可以给你选择。田宫一样，原厂塑胶件有平角炮衣跟仰角炮衣可以选择。那野火的大河呢，它就只有平角可以选择，所以在这一点上，野火就相当的吃亏。好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炮管上有很多的这个小的围栏然后还有一些倾斜的这个支架，这个是边境没有的，反而它的说明书里面的照片，历史照片上是有这个东西的。那田宫跟野火2家都有设计出来，就是说 Pantos 有给这个改装套件，野火原厂就有这些东西。好，再来就是甲板上的96式单联装防空机枪，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使用原厂件。我们可以看到边境的它是使用 3D 列印件，其实它给的数量给的是算刚刚好，问题是它的单联装防空机枪在拆的时候很容易断裂，很容易损坏。好，然后田宫的就是使用塑胶件，那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野火相对的也是使用塑胶件，就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3家公司里面只有野火没有沙包，其他2家都有沙包，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你看野火它就相对的非常的空虚。好，再来就是后面的3联装的防空机枪这个部位。
你可以看到边境在旁边是有2排的沙包，所以以这种观赏性质来说的话，它的3连装防空机枪旁边的沙包看起来就非常漂亮。田宫没有，就是我们的 Pantos 基础版也没有这个东西。野火没有，你必须要购买其他的套件回来改装。OK， 好，副炮，来看一下副炮座。副炮座它有满满的铆钉，全部都印在上面，然后制作起来效果也相当漂亮。上面你可以看到它的蚀刻片，在插它的炮塔顶部的时候都有固定的插槽给你，所以定位很好定位，很好安装。旁边的铆钉也开得很漂亮。再来就是它的炮衣，它的炮衣什么细节都没有，这是它唯一的缺点。好，再来看田宫的。田宫的它是使用原厂的爬梯加上 Pantos 的护栏然后田宫原厂的炮衣，来看一下你看炮衣上是有皱褶的，然后再使用 Pantos 的金属炮管，所以其实以副炮来讲的话，田宫在这部分的细节其实也没有输到哪里去。好，我们再来看野火的。野火的所有的环晶定位孔都有开给你，所以你的环晶可以很轻松的装在副炮上面，然后旁边的金属蚀刻片相当的丰富，包含炮塔下面的这一个脖子的这个地方还有一圈环晶，它也有开给你。炮衣是 3D 列印件，皱褶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漂亮，然后再配金属炮管，然后上面顶部的这一个座也是一样，它使用的是金属件，然后田宫的是塑胶件，边境的也是塑胶件，所以看起来其实3家在副炮上都差不多。OK， 那我们再来就是接近剑桥的部分了。OK， 剑桥来，你看一下，边境的剑桥真的是不行，这个 3D 列印件真的是丑到爆炸然后后面几乎没什么细节，就是这一颗顶上的这一颗15米测距仪的这颗头，真的是超级失败的东西啊。好，然后蚀刻片大部分都有给你以剑桥来讲的话，边境的细致度也没有差到哪里去。不过这些 3D 列印件说真的是完全不需要的东西。你看它前面的这一颗指挥所，小小颗的这一颗，你看它上面这么小的东西，它铆钉都可以设计的这么漂亮。问题是它的 3D 列印件并没有特别的漂亮，真的没有特别漂亮，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塑胶件开的都很锐利。好，到后侧来说，它所有的爬梯位置也都是正确的，下面的信号旗座看起来也很漂亮。这个部分，这3家厂商几乎都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它的环晶的这个部分，它都是直接印在塑胶件上就是这些东西，这些环晶，它都是直接采印的方式凸现给你，表现它的细节。这里也是，这里也是好 ，OK， 我们来看田宫的，它使用的是 Pantos 的基础版然后中间金属色就是 stainless 的颜色，这个是田宫原厂件，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看后面，你会看到头上的21型电碳在后面有相当多的支架，这个是边境没有的，田宫有。对，因为事实上它的背后就是长这个样子，这个有很清楚的照片可以给我们当佐证。然后后面的爬梯的设计也是没问题的，信号旗的旗座也都是没问题的。以剑桥来讲的话，不太会有很大的缺失出现。好，我们再来看野火的。野火的剑桥在这3家里面，他所使用的蚀刻片数量是最惊人的，超级多啊！包含你看，从上面看下去，在剑桥的这个部分里面，全部都是蚀刻片做成的地板啊。田宫里面没有东西，边境里面没有东西，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野火有很多的小细节，其实它是都有抓到的，然后包含前面的风挡，它也是用蚀刻片做骨架把它支撑起来的。然后剑桥上面都布满了铆钉，所以细节是拉满的。然后这颗头，这个观测所，它是采前后组装的方式。问题是我在组装的时候少了其中一半，所以我就直接不装了。所以大部分剑桥的部分就是长这样。好，那组装上有什么问题呢？组装上，野火的剑桥在组装的时候，因为它的剑桥的零件跟五脏是共用，只有后面的这块背板，后面的这一块背板是不一样的。当你是买了五脏在安装的时候，它跟剑导的密合度是相当漂亮的。问题是你在做大盒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点点的偏差，所以你在装的时候，你要不断的试装去修整它，你才有办法把下面的缝隙，这一条缝隙给压到看不见你要不断的修整它，才可以把它压到看不见。好，那剑桥的部分都组装好了以后，你要把剑导安到船身上的时候，在这里组合度也会出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还是建议大家多次的去试装它，多次的去修整试装它，尽可能让它吻合度是最漂亮的。好，那田宫有没有问题？田宫在这个部分完全没有问题。田宫在剑桥的组装、剑导的组装跟船身的组装上完全没有问题，这是田宫最厉害的地方。好，那边境有没有问题？有，边境前面你把它压紧了，把它粘好了，后面会翘，这个地方会翘起来。那要怎么样去排除这个问题？前面这部分我只粘，大概粘到这里，这里粘死，这个部分是粘死的。那这边全部都不粘，隔了1天，等到胶水干燥了以后，我直接粘最后面，把它往下压紧，我就解决了这个后面会翘屁股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这一艘边境大河的尾巴是没有翘的。那为什么野火我没有这样子处置？因为野火它有附了一个跟垃圾一样的木夹板给你。这个东西本来我就很讨厌木夹板这个东西，那野火偏偏又去找了一间很莫名其妙的公司来开了这个东西。第一，木夹板它可能会脱胶，你看这里有没有？它很容易粘不紧。好，第二，船身在甲板上面，它莫名其妙的开了一大堆我看不懂的这种孔洞。这个孔洞，我觉得应该是78030、78031会出现的964单联装防空机枪的位置，我记得应该就是在这些部位。不过这里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搞不懂他开这些洞是要干嘛。
再来，现在是已经把挡浪板这些东西都装上去了。在没装之前，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木夹板贴上去以后，挡浪板是完全不准的，跟原本下面的插槽是完全不准的。所以这一套木夹板基本上，我觉得它就是个垃圾，然后会造成你在装剑桥的时候会有密合度上的阻碍。然后你看旁边的96式3连装防空机枪的位置，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准的，这边都会多一个小角，然后这边都会直接压在木夹板上，所以你要自己用刀具把木夹板给切开，才能安装上去。那你在贴的时候呢，我是以剑尾的这个部分，飞行甲板的这个区块作为一个依据，整张贴往前贴，往前贴，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正确的，细缆装这个地方是正确的。好，到这边开始有偏差，96式3连装防空机枪这边开始有偏差，到前面越差越多，越差越多。来，你看看这边的细缆装，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它的差距，越差越多，到这边已经差了快1 mm，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下面的甲板哦。然后问题是到前面这边就还好，这里又还好，又可以跟得上。哎呀，这个设计真的是莫名其妙啊！这是什么烂公司做出来的东西啊？这木夹板真的是跟垃圾一样。好，我还以为另外那一套3M的木夹板会好很多。哎呀，我的3M木夹板不知道被我丢哪里去了，因为我拿出来比对了，它也是一样，几乎这些孔都有开出来，说明书上没有这些东西，那你打这个孔要干嘛？所以我觉得野火它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很多缺失，它并没有去试装，很多缺失，它的配件没有去试装，会造成就你如果让玩家已经贴上木夹板之后才发现这些问题，那你要怎么办？直接把木夹板切开撕掉丢掉吗？对不对？所以我希望的是野火它可以改进这一些缺点啊，不要让张老板每次都说啊，这个我们有试煮过都没有问题的啊，那为什么我装起来会有问题？而且这问题不只有我发生的，还蛮多人发生的。OK， 好，再来我们就是看旁边的127的高射炮，基本上3家都有护栏。上面的127高射炮、限位器这种射击安全框全部都有。好，烟囱也是，上面铆钉细节很多，有没有看到？也蛮漂亮的。然后到了下面，因为开模的关系，所以它的铆钉被拉直了。这个就是我们大陆那边的模友戏称的虫卵，这个铆钉长得跟虫卵一样，看起来就很奇怪啊。好，还有跟我之前有提到的，你的烟囱里面已经有蚀刻片细节在里面，那你的外罩为什么要使用塑胶盖下去呢？那你是细节放在里面做蚀刻片是让人做心酸的吗？田宫，你看它的外面还有一圈外罩是蚀刻片，然后再靠其他的结构去把烟囱顶部做起来，旁边的环境一个没少，都有啊，人家田工才不会傻到在烟囱上面开铆钉因为你在模具设计，除非你把它拆成3件或4件，才有办法让铆钉完整的去脱模，去离模。好，野火嘞，野火一样，他没有犯那个错误，他的烟囱上一样是有铆钉，问题是当他
到这个转折处的时候，它的铆钉就消失了。因为它如果再把铆钉设计过去，在脱模的时候一样，它会变成虫卵。所以野火很聪明的就把这个东西闪掉。那边境就是直接把虫卵做出来给你看。OK， 你可以看这3家模型里面127的高射炮，以原厂件来说，这个不是原厂件哦，这个是 3D 列印件哦。以原厂件来说，边境也是最漂亮的可是它却偏偏附了一个没什么路用的 3D 列印件给你，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奇怪。然后 Pantos 之前的 Pantos 是附上树脂件跟金属炮管，进阶版的野火大河它使用的是塑胶件，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野火在127高射炮上没有什么优势。好，再来看到后面这个桅杆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边境的桅杆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设计，它用10颗片，这里是10颗片，它用10颗片去连接你的桅杆，什么鬼设计啊？所以我如果在拿的时候不小心去捏到它的桅杆，大力一点，轻微的话这边会脱离，严重的话整根就歪掉，那桅杆就报废。好，我在制作 Pantos 的桅杆的时候，它少了左侧的这一支金属桅杆，少了这一支，所以很可惜，我没办法把完整的金属桅杆给制作出来，所以我用的是原厂塑胶件，加上这些爬梯下去完成天宫大河的桅杆那野火的大河，它的桅杆全金属件，用快干慢慢的把它搭建出来。那它的桅杆在制作上精准度相当高，所以做起来速度很快，也很好做。上面都有定位孔给你你只要照着说明书，先把那一些分类出来，慢慢粘上去就可以了。所以野火的桅杆是里面最好做的，不过它的长相也是最怪异的，它是最宽的。你如果从后面看，从后面看，野火的桅杆是最宽的好，后主炮射击指挥所野火的满满的10颗片的栏杆爬梯包含旁边的这个外罩射击指挥所的观测仪，它在不使用的时候，它是会把它旋过来关起来的。然后田宫的就是长这个样子，细节相对的就少了比较多。再来就是边境，又是那个垃圾那个 3D 列印件，什么细节都没有，然后强调它有 3D 列印件，那你做 3D 列印件要干嘛 ？OK， 好，那副炮基本上的话就跟前面的副炮是差不多的主炮也是一样跟第2号主炮基本上没什么不一样。好，飞行甲板，只有田宫配 Pantos 上面没有焊缝，没有细节就只有防滑纹。来边境的上面都有印出防滑纹，只是它没有这些这么立体的水上飞机的滑轨它就没有，它是把它印制在上面，做这个刻线给你，这个就当做水上机滑轨，这跟当年的78030的设计理念是一样的。所以你说它没细节吗？它有它只是没那么立体就是差在这个样子。而且出版的边境大河是没有防滑纹路的，后来它开上去了，
开上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我在装这一条的时候，并不是很吻合它下面的预留的空间，并不是很吻合，所以两边都会翘。所以你要贴这两条，你就不要照着下面预留给你的那一个痕迹下去贴，那你可能就可以贴得很平。OK， 好，Pantos 因为它是基础版的，所以它的这两条油布夹板的走道，你必须要使用田宫原厂贴纸。OK， 野火的它是使用格状的蚀刻片让你贴上去的。然后再去上色，然后水上机的轨道全部都是金属蚀刻片，所以是立体的。好 ，OK， 那我们再来就是要看舰尾的部分。我们现在开始看舰尾的部分，来放艇区的这些地方啊。边境是使用塑胶件来做飞行甲板支撑架，田宫配 Pantos 是使用金属蚀刻片来做支撑架，野火的是使用金属件蚀刻片来做支撑架。三家公司里面，边境的塑胶件吻合度最高，其次是野火的，它的吻合度最高，再来就是 Pantos 的，它的是最不准的。然后以弦外电路来说 ，Pantos 它是附了整圈的弦外电路给你接，整艘船都可以接起来，细节度会比较漂亮。野火呢，直接印在船身上，你可以看到它的弦外电路直接印在船身上给你的。好，边境的一样，它是印在船身上给你。OK， 好，再来往上看，无式水针弹射架这个是边境的。边境的弹射架是使用塑胶件所设置出来的。那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铆钉全部都有，细节很漂亮，而且组装超级简单塑胶件这两个零件一装没事了。Pantos 的你就是必须要用蚀刻片把它折成么字形，然后再把它组装起来。野火的是里面最复杂的，可是是里面最漂亮的，因为它还是立体的。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空间，它是立体的，所以野火的它是最漂亮的。OK， 三家公司在机库的入口的设计都没有防滑纹路，有没有？田宫的没有防滑纹路，野火的有防滑纹路，边境的没有防滑纹路。好，边境的它甚至连救生艇的滑轨都没有。田宫的它有滑轨，不过被我铲掉了，我把它换成 Pantos 的套件然后你可以看到小艇是从里面滑出来的 ，OK。然后野火的它是直接在塑胶件上面就有开定位口，去让你安装这一部分的蚀刻片。然后小艇一样是放在上面可以收纳进去的，所以三家公司在放艇区这个地方的设计，我是觉得边境是完全不用心的，它真的是纺织甲海战出去就没打算要回家的意思了好，后面的吊车，边境的三角吊车是我做过有史以来最烂的蚀刻片，真的是有史以来最烂的蚀刻片哇！怎么折它都不是直角，怎么折它都是歪七扭八。
然后来 Pontos 的，你可以看到折起来就很锐利哦。在折 Pontos 的蚀刻片的时候，你甚至不需要用很多工具，你光是用手捏它，它就可以成型。野火的也是一样啊，折起来都很锐利，每个边边角角都很漂亮。就只有 Border 边境的，这是就是一坨屎在这边啊，真的，这个蚀刻片真的非常的烂，就是烂哦。OK， 那吊车的设计，你不能说边境只有边境烂，不，野火它也是很烂啊。野火的吊车，它尾巴的这一根吊杆太长，所以当你旋转过来，要把吊车的头放在它原本的安装的位置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这一个会去打到你的防空机枪平台。所以为什么吊车会转这样？因为它转不过去，它转过去就会打到防空机枪平台。我真的觉得张老板，你不要用电脑试模，拜托啊，你把东西直接寄过来，我帮你试装都可以。好，然后田宫的，转过去也 OK。问题是他们的问题都出现在这条 cable 这条电缆上，只要有这一条电缆，它就会去限制你吊车吊背的高度，这一条限制了高度以后，尾巴这一根就拉不上来，就会去打到防空机枪的平台，所以最后吊车只有边境可以转过去，放在它该放的位置，其他两家都做不到。好，舰尾的防空机枪平台上面的护栏，只有边境没有，田宫跟 Pontos 也有，野火也有啊。然后舰尾旗杆，野火给的是金属件 ，Pontos 也是给金属件，边境给的是塑胶件，可是它的塑胶件上面有指示灯，真的，我实在是为什么这三家公司没办法凑出一艘最好看的大和号，我真的搞不懂。好，舰尾你可以看到边境的也是有补缝，田宫的补的更多啊，野火的一整圈，因为它船身上有铆钉，然后船尾的这个地方它没办法设计铆钉，所以在这个地方另外开了一个船尾给你，然后它有附2种船尾给你，那是因为考证的问题啊，因为有的人不确定大和的尾巴到底是圆的还是平的，所以野火就设计了2个船尾给你，好让你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安装。去勾到我的栏杆，对，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有一条直线下来的缝隙，你必须要补好它。好，船身来讲的话，几乎没有任何的缝隙。田宫上下连接的这个水线的版本的也是没有任何的缝隙。不过我们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它的合模线在这里，有没有一条斜的？这个角度就看得见。好，然后边境的钢板纹路相当漂亮，然后到前面这边你就会看到，哎呀，这个地方的这个模具的痕迹呀，超级明显。缺点在这边，你看你要不要把它研磨掉，就是这样子而已。OK， 好，基本上这就是这3家厂牌的大和号制作出来的效果。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带着各位去看了3艘大和号全部的组装上的细节。如果是我的话，说我如果要自己只做一艘大和号的话，我应该是选田宫加
Pontos 的超级改套啊。如果是现在的我的话，那如果经费没有那么多的话，我会选是野火的豪华版。那最后逼不得已没得买，我才会选边境，因为它有很多的零件，它已经设计了 3D 列印件给你了，它就不会附塑胶件给你，所以时间久了以后 3D 列印件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会知道。那车距仪它就长这样，那你是不是要去买其他家的 3D 列印件，对不对？那如果野火它今天给了你整颗头都是 3D 列印件，它塑胶件还是有给你啊，你还是可以选择去安装10颗片来提高它的细节。那田宫也是一样，我相信的就是塑胶件跟10颗片的这个组装是不会有问题的。那 3D 列印件它可以让你短时间做好一艘船，它能够保持多久我不知道，它能够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一艘船，也可以把很多的细节受模具限制的细节给制作出来。问题是你如果买了 3D 列印件它还是长这个样子，你有必要买它吗？所以以基本上这些东西来讲，边境这艘船是不是好船？其实它不错，以塑胶件来讲的话它是不错的，可是它所付给你的东西全部都是垃圾。3D 列印件看起来很垃圾，10颗片也是很垃圾，所以没有必要。然后设计上的缺失就是这根桅杆，那其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缺失啊。说实在的，组装上有主炮，它的主炮也是很严重的缺失，因为它的炮管没办法固定。边境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田宫2011年上市，到目前为止就只有船身上面的那几个缝隙，说造成大家会觉得说啊，78025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问题是，你看从2011年到现在，所有的人只会说这个缝隙的问题，不会有人敢去说田宫的组合度不好，田宫的哪里不好。因为田宫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的一家公司，2011年上市的这个东西，到现在这3艘里面，我还是觉得它的组合度是最好的，精准度是最高的。所以啊，其他的公司没办法跟到田宫的脚步没话说。那野火呢，它弄了非常多的细节给你。如果你在做野火的船，你可以静下心来，慢慢的去调整它、修整它，然后让它达到最 match 的这种状况的话，野火的船可以给你非常好的表现。你没办法像边境一样，哇，很快的就把整艘船做完，没办法，你要慢慢做，你才有办法把野火的船做得很漂亮。如果你可以这样做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不用去选择田宫，你可以直接选野火。田宫的就是组装各方面刚好都是介于他们之中，最好做的，精准度最高的就是田宫然后最花俏的就是野火，野火的细节是最多的，所以就是再怎么挑，我就是推荐田宫跟野火。所以我主要拍影片的目的，不想要去误导大家买哪一艘船，所以我才会直接把3艘船拆下来，直接做一遍，拍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这3家大河就是长这样。OK， 所以就买哪一艘，各位决定。那我们就下一集再看，我还要继续再做什么东西。短时间内我应该不想要再碰到大和号这个东西，因为真的是做到想要吐。OK， 好，下一集见。